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在中华文化的璀璨星河中，有一部著作如同一颗神秘而耀眼的星辰，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，依然散发着无尽的智慧光芒。它就是庄子。而庄子，这位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、哲学家和文学家，就像一位神秘的智者，隐居在历史的长河深处，却用他那如椽巨笔，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宏大而奇幻的精神世界。庄子，明周，战国时期宋国人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崇尚自然，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。他的思想深邃而独特，融合了道家哲学的精髓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拓展。庄子一书分为内篇、外篇和杂篇，共33篇，内容包罗万象，涵盖了哲学、文学、政治、社会等多个领域。他以寓言、神话、故事等形式，生动地阐述了庄子的思想主张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超越世俗、追求精神逍遥的奇妙境界。庄子对我们的人生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，它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那扇通往自由与智慧的大门。在这个纷繁复杂、充满压力的现代社会里，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欲望所束缚，迷失了自我。而庄子能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，让我们学会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阅读庄子，你可能会经历一场灵魂的洗礼，它会让我们明白，人生并非只有功名利禄这一条道路，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——逍遥。这种逍遥并非是逃避现实，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，并以一种洒脱、从容的姿态去生活。它能让我们在面对挫折时，不再焦虑和恐惧；在面对诱惑时，不再迷茫和贪婪；在面对人际关系时，不再纠结和痛苦。那么，在开始深入了解庄子的奇妙世界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究竟为何而活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却困扰着无数人。古往今来，无数哲学家、文学家都在试图寻找答案，而庄子，他用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经历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。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庄子的故事。有一天，庄子在濮水边钓鱼，楚王派2位大夫去请他做官。他们对庄子说，楚王想将国内政事委托给你庄子手持钓竿，头也不回地说，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，已经死了3000年了。楚王用竹箱装着它，用金饰覆盖着它，珍藏在宗庙里。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去为了留下骨骸而显示尊贵呢，还是宁愿活着在泥水里拖着尾巴爬行呢？2位大夫说，宁愿活着在泥水里拖着尾巴爬行。庄子说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宁愿在泥水里拖着尾巴爬行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名利的淡泊和对自由的珍视。他宁愿放弃高官厚禄，也要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。这种精神在当今社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！一逍遥游，追求精神自由的核心。逍遥游是庄子的开篇之作，也是其核心思想的高度概括。所谓逍遥游，是指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状态。在庄子看来，世间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本性，而人只有顺应自然，摆脱一切世俗的束缚，才能达到真正的逍遥。这种逍遥并非是肉体上的自由，而是心灵上的超脱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人类天生就有对自由的渴望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规则、期望和社会压力所束缚，导致内心充满了焦虑和压抑。庄子的逍遥游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解脱之道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自由不是向外追求物质的满足，而是向内寻求心灵的宁静。当我们能够放下对功名利禄的执着，摆脱对他人评价的在意，我们的心灵就会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感。学会放下，在生活中，我们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和烦恼。比如，对于工作中的竞争压力，我们可以尝试着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，不要过分在意结果，而是注重过程中的学习和成长。对于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，我们也不要过于纠结，要学会宽容和理解。培养兴趣爱好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，并投入其中，可以让我们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满足感和自由感。无论是阅读、绘画、音乐还是运动，只要是我们喜欢的，都可以成为我们追求逍遥的途径。当我们沉浸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中时，会暂时忘却外界的烦恼，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。冥想与反思，定期进行冥想和反思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渴望。通过冥想，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放松和净化；通过反思，我们可以总结经验教训，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。当我们能够践行逍遥游的思想时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。我们不再被外界的因素所左右，而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。我们的心态会变得更加积极乐观，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也会更加从容淡定。2. 齐物论，万物平等与相对主义的智慧。
齐物论是庄子中另一篇重要的篇章，它阐述了万物平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。在庄子看来，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同时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，没有绝对的是非、对错、好坏之分。这种思想打破了人们传统的认知模式，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人类有一种本能的分类和比较心理，我们总是习惯于将事物进行分类，并进行比较，从而得出某种结论。然而，这种分类和比较往往会导致我们产生偏见和误解。庄子的齐物论思想挑战了这种传统的认知方式，它让我们明白事物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，我们不能仅仅凭借表面现象就做出判断。只有当我们能够超越这种相对性，才能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。培养包容心态，当我们理解了万物平等和相对主义的道理后，我们会变得更加包容。我们不再轻易地对他人进行评判和指责，而是能够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生活方式。在面对不同文化、不同信仰、不同价值观的人权时，我们也会更加理解和尊重他们的差异，减少冲突与矛盾。由于我们能够以相对的眼光看待问题，我们会减少与他人的冲突和矛盾。我们会意识到很多问题并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是立场和角度不同而已。因此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，我们会更加注重沟通和协商，寻求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拓展思维视野，这种思想还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视野，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模式，而是能够大胆的质疑和探索。在学术研究、艺术创作等领域，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。例如，在历史上，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都具备这种齐物论的思维方式。他们敢于挑战传统观念，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，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。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，就是对传统地心说的挑战。它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宇宙的认知，为天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在养生主，顺应自然与养护生命的真谛。养生主是庄子中关于养生之道的论述。庄子认为，养生不仅仅是保养身体，更重要的是顺应自然，养护生命的精神本质。他主张原度以为经，即遵循自然的规律，以自然为法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现代社会中，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，导致很多人出现了各种身心问题。庄子养生主思想强调顺应自然，实际上是一种对身心健康的保护机制。当我们能够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时，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。我们会减少焦虑、紧张、抑郁等负面情绪的产生，从而有利于身心健康。规律作息，遵循自然的作息规律，早睡早起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是养生的重要基础。睡眠是身体恢复和修复的重要过程，良好的睡眠质量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。合理饮食，饮食要清淡、均衡，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少吃油腻、辛辣、刺激性食物。同时，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需求，合理的搭配饮食，避免过度饮食或节食。适度运动，运动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，但也要注意适度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兴趣爱好，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，如散步、慢跑、瑜伽、太极拳等。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心肺功能，提高身体的抵抗力。调节情绪，情绪对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。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要学会释放压力，避免情绪过度激动或压抑。例如，在古代，许多养生大家都是遵循着养生主的理念来生活的。他们注重饮食起居的规律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宁静，从而得以长寿。比如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，他不仅在医学上有着卓越的成就，而且在养生方面也有着独到的见解。他主张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忘坐牢，并身体力行，最终活到了141岁。4. 人间世，处世哲学与人生智慧的体现。人间世主要讲述了庄子对为人处世之道的看法。在庄子看来，人生在世，要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要懂得在不同的场合，面对不同的人时，采取不同的处事策略。他主张虚己有事，即保持谦虚的态度，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面对世间的纷繁复杂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人是社会性动物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。然而，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冲突。庄子的人间世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世哲学，它让我们明白，在人际交往中，要学会虚己，即不要过分地表现自己，要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，同时要保持一种超然的心态，不要被外界的因素所左右，这样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。学会倾听，在与他人交流时，我们要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和想法，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倾听不仅是一种礼貌，更是一种尊重。通过倾听，
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人的需求和想法，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保持谦虚，谦虚是一种美德，也是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应该具备的态度。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不要过分地炫耀自己的成就和能力。在与他人交往中，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，不断地学习和进步。以退为进，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时，我们可以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。当我们遇到他人的指责或攻击时，不要急于反驳或反击，而是要冷静地思考，尝试着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。通过退一步，我们可以化解矛盾，避免冲突的升级。例如，在历史上，许多成功的人物都深谙人间世的处世哲学，他们懂得在不同的场合，面对不同的人时，采取不同的策略，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支持。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，他不仅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才能，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有着独到的见解。他善于审时度势，在面对不同的对手和盟友时，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策略，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。5. 德充福，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的提升。德充福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。庄子认为，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其精神境界的重要体现。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不仅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，而且能够获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。在德充福中，庄子通过一系列的寓言故事，阐述了道德的力量和魅力。从心理学上讲，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，也是人类内心的一种价值取向。当我们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时，我们会更加注重他人的利益和感受，从而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同时，道德修养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内心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当我们做了一件符合道德规范的事情时，我们会感到一种由衷的喜悦和自豪。培养善良的品质，善良是道德的基础。我们要学会关心他人，乐于助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要尽量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，如帮助老人过马路，给需要的人让座，捐款捐物等。善良的行为不仅可以给他人带来温暖和帮助，而且可以让我们自己感到快乐和满足。遵守社会公德，社会公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。我们要爱护公共环境，遵守公共秩序，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。在公共场所，要保持安静、整洁，不随地吐痰，不乱扔垃圾等。遵守社会公德可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，也是我们作为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提升自我修养，道德修养是一个不断自我提升的过程。我们要不断的学习、反思和实践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。通过阅读经典著作、参加公益活动、有道德的人交流等方式，我们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，丰富自己的知识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。例如，在历史上，许多仁人志士都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，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道德的力量和魅力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比如孔子，他一生致力于推行仁爱思想，主张己所不欲，不施于人，并以身作则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6大宗师，对道的追求与领悟。大宗师是庄子中对道的深入阐述。庄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规律，是超越一切事物的最高存在。追求道是人生的终极目标，也是精神境界的最高体现。在大宗师中，庄子通过对道的描述，引导人们去领悟道的真谛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人类有一种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。对于道这样抽象的概念，虽然我们无法用语言准确地描述它，但我们可以通过思考、感悟和体验来接近它。庄子的大宗师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探索道的途径，它让我们明白道并非是遥不可及的，而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我们能够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点滴，去领悟自然的规律，我们就有可能触摸到道的边缘。观察与思考，我们要学会观察自然现象，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，并进行深入的思考。通过观察和思考，我们可以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，从而对道有更深刻的理解。例如，我们可以观察四季的变化，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，观察动物的行为等，从中领悟到自然的奥秘。冥想与感悟，冥想是一种有效的感悟道的方式。在冥想中，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平静下来，专注于内心的感受和体验。通过冥想，我们可以超越自我，与道融为一体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冥想，如在散步时、在休息时、在听音乐时等。实践与体验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也是我们领悟道的重要途径。我们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实践，将自己对道的理解运用到实际行动中。通过实践，我们可以加深对道的感悟，并不断的完善自己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尝试着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去生活，去处理人际关系，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例如，在古代，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追求道。他们通过观察自然、冥想感悟、实践体验等方式，不断的探索和领悟道的真谛。比如老子，他所著的《道德经》就是对道的深刻阐述。他主张道法自然，
并通过一系列的论述，引导人们去领悟道的奥秘。通过对庄子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哲学思想。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，为我们解读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。无论是逍遥游的精神自由、齐物论的万物平等、养生主的顺应自然、人间式的处世哲学、德充福的道德修养，还是大庄式的对道的追求，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门。如果你也想在喧嚣的城市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，如果你也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，如果你也想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，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，那么请阅读庄子吧，让它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，引导你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无声也有涯，而智也无涯，让我们以有限的生命去探索无限的智慧世界。庄子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愿我们都能在庄子的指引下，摆脱世俗的束缚，超越自我，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。记住，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而庄子就是那本指引我们走向自由与公民的旅行指南。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心灵的逍遥游，去追寻那属于我们的精神家园。